蓝忘机向周云详细的解释了问灵术的由来，问灵可与亡者通话，问灵的最终目的还是度化。只有了却生前身后事，亡者才能安心进入轮回。魏婴带着周云和蓝忘机穿过记忆里的长廊，驻足在祠堂前。3名常氏族人被挖去双目，割去舌头，剁掉手掌与脚掌，安置在几个酒坛中。要是见识过乱葬岗尸横遍野的魏婴，也忍不住心惊，又回想起记忆中薛洋的切人肉如宰猪羊，是一个狠人。这人不除必成祸害，今日屠族，等过几年羽翼丰满，便可能屠城。周云扯下一片绣布，捂住口鼻，尽管如此腥臭的血腥味还是止不住的往鼻孔里钻，让人下意识作呕。蓝忘机从未见着如此惨状，也只是在课堂上听叔父讲过，邪祟怨灵之所以强大，大多遭受过非人的待遇，凌迟、鞭尸、灌水银、割舌、挖眼，但是他们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人质。叔父提起人质时是万分不耻且愤怒的，因为此举完全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把人当牲口对待。当一个人能够把人当牲口看，再和这类人去讲良知讲人伦，那是完全没必要的。如果你们以后遇上这类人，不必多说废话，杀。蓝忘机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叔父对待施行之人的态度很是决绝。叔父很少有失态的时候，但是那堂课叔父失态了，也许叔父也亲眼看到过人质。蓝忘机一言不发地看向人质那空洞的眼眶，不经意抬眸间与一双眼珠子对视了，不由脊背发毛。祠堂往常摆放贡品的位置被替换成了眼珠子和断指，祠堂的牌位上都被泼过人血，这和剖腹灌怨气完全不一样。蓝忘机没办法形容这种感觉，叔父说的没错，这等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施暴者必须正法。魏婴自打进入祠堂，耳边就一直环绕着鬼泣声。魏婴凝神分辨他们的声音，却无语地发现他们竟然在彼此抱怨，惹了一个煞星。当然还有生前遭受非人的痛苦。周云听不见这些鬼言鬼语，虽然视线偶尔模糊，但也看得清贡品桌上的眼睛与断指。魏婴，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在动？是什么在动？魏婴四处张望，也没见着有什么东西晃动。蓝忘机仔细查看，也并无发现异常。可是下一秒，周云却倒在了一旁的桌子上。周云用右臂撑着身子，发现视线中的魏婴与蓝湛都出现了重影。蓝湛，我们赶紧带周兄走。魏婴摸了桌上的细微颗粒，拿到鼻子边轻轻闻了闻，暗骂这崽子真毒，居然都想好整来现场看的人了。朔阳城郊外，魏婴从玉佩里掏出了瓶瓶罐罐，仔细甄别着丹药种类，看哪一样可以给周云使用。蓝忘机扶着周云靠坐在一棵槐树上，探了探周云的脉搏。蓝忘机虽不通药理，但是人的受伤情况还是可以通过脉搏判断一二。这血阳太阴了。魏婴一边捣鼓着丹药，一边愤愤道：蓝湛，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蓝忘机摇头表示自己并无不妥。魏婴拿了一颗清丹给蓝湛，说道：许是奈量现在还没发挥出来，蓝湛你先使用一颗，确保无恙。祠堂里被撒了毒粉，魏婴也不精通药理，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如果温情在就好了。蓝湛本身就是修仙之人，毒粉会有影响，但一颗清丹下去，利用灵力周身循环便可排出体内毒素。可是周兄不行呐，他没有灵力，而且还身患旧疾。魏婴琢磨了一会，遂说道：蓝湛，你可以用你的灵力给周大哥化了这丹药。可以一是两个人手忙脚乱的对着周云就是一阵折腾。等周云恢复过来已是晌午，周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真气运转竟然没有阻碍了，受损的经脉被修复了。周云起身扒开自己的里衣，发现胸口的伤也不见了。周兄，你醒了。魏婴啃着一条烤鱼，含糊不清地说道。魏婴还十分有分享精神地将手中的2条烤鱼之一递了过去。周云也不客气，接过来就是一啃，然而下一秒就是紧锁眉头，舌尖仿佛被几万只虫蚁啃噬，辣意直冲天灵盖。周云忍不住大声咳了起来，可舌尖的辣似火，迎了风愈发烧的旺盛了起来。咳咳，魏婴，你放了多少辣椒？咳咳，周云被生生辣红了眼，转个方向，发现蓝忘机的嘴巴也红肿了起来，显然也遭受了变态辣的攻击。
但是被变态辣刺激到间歇性失神的周云并没有注意到蓝忘机发红的耳根。不好意思，周兄，给错了，给错了。魏婴发现嘴里的鱼肉没有了喜爱的辣椒味，连忙将周云手里的变态辣烤鱼拿了回来。周云拿起随身携带的酒葫芦，就是一顿猛灌，将葫芦里的酒都灌进了肚子里，才堪堪压住舌尖的辣意。魏婴略微心虚地看着周云的举动，毕竟周兄不能吃辣，却无意吃了变态辣的烤鱼。周兄的脸都红透了，是真的不能吃辣呀。魏婴默默收起了分享变态辣美食的小心思，可以分享其他淡口或者甜味的美食。所以祠堂里后面发生了什么？周云极力平复气息问道。